AI 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？到底哪类工作最容易被 AI 替代？如果未来真的出现大规模失业，社会又会变成什么样？作为一个重度 AI 使用者，今天想跟大家像聊天一样，聊一聊我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。先讲一个很简单的现象，以前一个公司做一件事，往往需要一组人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一个会用 AI 的人，身边相当于多了好几个助手。比如一个资深工程师拥有几个 AI 助手之后，他的产出能力已经超过过去好几个工程师组成的小队。以前很多时间都花在一些基础但非常耗时的工作上，现在 AI 都可以帮我们完成这部分工作。拿我自己来说吧，以前做模型开发、搭建各种系统的时候，很多代码都是一行一行手动写出来的。但自从我们银行开始大规模引入 AI 工具之后，开发流程就彻底改变了。像 GitHub Copilot、ChatGPT、Claude 这些大语言模型，现在已经成为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。很多原本需要花几天甚至几个月完成的工作，现在几十分钟就能完成第一版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其实 AI 写代码本身只是表面，真正的变化是它正在把大量重复性的工作自动化，程序员的角色也正在从亲自完成每一步的人，慢慢变成负责设计、判断和决策的人。最可怕的地方还不是 AI 比人聪明，而是它不会累、不下班、不请假，速度还特别快。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科技公司开始重新思考团队规模的原因。以前大家聊技术革命，很多白领其实没那么紧张，因为过去机器替代的大部分是体力劳动，比如流水线、工厂、搬运、重复操作。很多坐办公室的人会觉得这离自己很远，但这次 AI 不一样， AI 现在替代的是办公室里的工作。很多原本觉得挺稳定的白领岗位，其实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，因为 AI 最擅长做的就是那些重复性的脑力工作，比如写文案、做 PPT、回邮件、整理资料、写代码、做客服。以前一个运营团队可能十几个人，现在老板会发现，一个会用 AI 的运营效率顶过去3-4个人。以前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，要查很多资料、整理信息、写框架，现在 AI 十几分钟就能先生成一个结构。以前程序员很多时间花在写基础代码、改 bug、查文档，现在 AI 可以直接写一版，还能解释哪里有问题。但具体哪类工作最容易被替代呢？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共通点，那就是流程越固定，结果越标准，重复次数越多，就越容易被 AI 接手。所以 AI 最先替代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职业名称，而是职业里面那些最重复、最标准化的部分。很多人会说 AI 不可能完全取代医生、律师和老师，这句话确实没错，但问题是它根本不需要完全取代，它只要替代掉一个行业里50%的基础工作，岗位数量就会开始减少。比如律师助理，以前大量时间都在查案例、整理合同、审核文件，现在 AI 已经能做掉很大一部分。医生也是， AI 不一定比专家强，但它可以先看片、先筛查、先整理病历。教师行业也是，未来老师真正重要的可能不只是讲知识，因为知识方面 AI 也会讲，真正值钱的会变成沟通、理解和陪伴。所以未来真正危险的不一定是低学历，而是那些每天工作内容大部分都可以被拆成流程的人。更大的问题其实是新人岗位正在消失，这一点很多人现在还没意识到，因为很多行业培养新人本来就是靠基础工作，比如咨询新人先做 PPT， 程序员新人先写基础模块，媒体新人先整理资料，律师新人先查案例。这些事情以前虽然累，但它其实是升级入口，而偏偏这些工作又最容易被 AI 替代。那结果会是什么呢？未来很多行业可能不是高手消失，而是中间层开始变薄。你会发现真正厉害的人越来越值钱，
但大量初级岗位会越来越少。这次变化发生得太快了，工业革命用了几十年，互联网普及也用了十几年，但 AI 的变化很多时候是几个月一个版本。去年大家还觉得 AI 写东西像机器人，今年已经开始像真人聊天。去年很多 AI 还不会连续做任务，今年 AI Agent 已经开始能主动调用工具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比如你跟 AI 说，帮我整理今天的重要文件，它不只是回答你，它真的会去看邮件，分类、总结、生成回复。再比如，帮我定一个去东京的行程，它可能会自己查机票、酒店、天气、路线。以前 AI 更像聊天工具，现在它越来越像数字员工，而这才是真正让很多公司兴奋的地方。因为聊天机器人只是辅助，但如果 AI 能自己完成任务，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企业真正研究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用 AI， 而是哪些岗位可以先减少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，社会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技术出现，而是变化速度太快。如果一个行业慢慢变化，人是有时间适应的，可如果2-3年内大量岗位突然压缩，问题就会开始出现。最先发生的不一定是大规模裁员，而是一不招人了。这一点其实已经开始了。最先受影响的通常是刚毕业的人，导致年轻人越来越难找到第一份工作。而这个问题比裁员更深，因为很多人不是一下失业，而是根本进不去。那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失业，社会会怎样？很多人一听大规模失业，脑子里会想到电影里那种社会崩塌，但现实里更可能是一种慢慢变化。第一件事，不是所有人突然没工作，而是岗位越来越少，尤其是白领初级岗位。你会发现公司还在赚钱，但越来越少招人。以前一个团队20个人，现在10个人加 AI 就够了。第二件事，公司开始分化，会用 AI 的人效率会越来越高，不会用 AI 又只会重复工作的人，工资会越来越难涨。因为公司会发现，同样的事情现在更少的人就能完成。第三件事，很多人的工作方式会改变。以前很多人是固定公司、固定岗位，以后可能越来越多人变成自由职业、小团队、一个人公司。因为 AI 大幅降低了做事情的门槛。以前做一个产品要请很多人，现在一个懂业务的人加几个 AI 就能先做出第一版。以前做自媒体要会写、会剪、会设计，现在这些 AI 都能辅助。所以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，不是所有人都失业，而是社会开始从人力密集慢慢变成少量核心人才加 AI。 其实很多人现在会误会一件事，他们以为未来最重要的是别被 AI 淘汰，但真正重要的其实是你有没有办法把 AI 变成你的工具。因为 AI 很强，但它其实特别缺一样东西，就是真正的人。它可以生成内容，但它没有真实人生，不知道创业失败是什么体验，也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突然崩溃。它可以模仿情绪，但它没有经历。所以未来很多行业真正值钱的可能不再是信息，因为信息方面 AI 知道的太多了。真正值钱的会变成经验、判断、信任、陪伴、审美和现场感。所以未来越是 AI 普及，人与人的信任反而越来越值钱。比如医生，未来重要的不是看片，而是病人愿不愿意相信你。比如老师，未来不只是讲知识，而是能不能真正理解学生。比如内容行业， AI 可以一天生成1万篇文章，但最后大家真正愿意长期关注的，往往还是真实的人。因为人需要的不只是答案，还需要连接。 AI 可能会让很多工作消失，但它也可能第一次让我们认真思考，一个人最重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觉得
AI 真正改变的其实不是某一个行业，而是整个社会对工作的理解。过去值钱的是你能不能重复完成一件事，以后更值钱的可能是你能不能判断方向、理解人、解决复杂问题，能不能和 AI 一起工作，建立信任，提出好的问题。未来一定会有很多岗位消失，但同时也一定会出现新的岗位。真正危险的不是 AI 本身，而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世界已经开始变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我是露西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